咸鱼便宜，咸鱼集市更便宜。本节目由咸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啦啦啦啦啦啦！下面一个人就是翟佳宁最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就叫做思雨来啦。其实我讲脱口秀之前有本职工作啊，之前做那个程序员啊，但是我不太喜欢互联网公司，因为互联网公司啊有一个特别的事儿，已经辐射到各行各业了，叫 KPI 绩效考核，还美其名曰说啊这个考核呀是为了给员工升职加薪定目标的，是吧？但是朋友们，我们大部分人在面对 KPI 的时候，要么是被扣钱，要么是被裁员，是吧？所以我现在觉得KPI 的正确英文全拼应该是叫 Kill People Immediately。今天观众很聪明啊，很聪明。这段如果播出的时候，弹幕一定有一条，哎 ，Immediately 是什么意思来着？对。而且互联网公司呢，还有非常不好的习惯啊。互联网公司特别喜欢给员工起一些花名啊，特别喜欢起花名。什么是花名呢？就类似于化名的谐音啊，叫花名。因为职场上就不能叫化名，对不对？因为化名一般都出现在法制节目中，所以叫花名。我记得我第一次入职一家互联网公司，当时那 HR 让我起个花名。我当时对花名的理解就是字面意思，花名。所以朋友们，你们看看我整体这个气质和形象啊，你们可能永远想不到，我人生中第一个花名叫我紫罗兰。更尴尬的是，叫我们中国人呐，叫人名字是有个习惯的，就喜欢叫名不叫姓，是吧？对，我同事他管我叫罗兰，后来跟我处熟了，管我叫兰兰。特别尴尬。然后现在呢是全职讲脱口秀啊，为什么全职？大家知道现在互联网行业不太好，对吧？很多公司呢都在裁员啊，但我不一样啊，我并不是因为某一次裁员而那个全职讲脱口秀的，我是被裁过4次员，我拢共做过4年程序员，1年1次哦。就有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裁员这个员特指程序员啊。并且非常巧的是，我每年被裁都是在每年的12月份。严格来说是在那个圣诞节之后，就感觉每年耶稣一来我就走了。撒旦。当时朋友呢还安慰我，思雨哈，你没有想过哈，你被裁这么多次哈，其实你呀已经不适合上班打工了啊，你呢应该创业当老板，因为你总裁。总裁，但是朋友们，我反思过啊，为什么总是裁这么多事啊？我反思过，哎，各位有没有发现哈，咱们生活中很多事情跟能力没关系，就是命不好，真的。比如说我最后一个工作，当时那公司是个小公司啊，公司只有10个人，我是公司里面唯一一个程序员。当时老板让我做一款这种很简单的养生类 APP 啊，一个养生 app。当时工期非常紧急啊，老板话就是说，这个我们3个月之内必须把这个养生 app 做出来，如果这养生 app 养不活，咱公司立马死。但是公司还是倒闭的，倒闭源非常非常离谱，真的，你们绝对想象不到。就那养生 app 哈，我辛辛苦苦加班加点做3月，没做出来。我全责，朋友们，我承认全责。当然这个事对我打击非常非常大，真的。我在家里面，我整整缓了3分钟才缓过来。我想明白了，这事儿不怪我。虽然是我全责，但是我不赖我。各位，我有一个非常混蛋，但是特别自洽逻辑，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这么想的，一个人创业肯定是不容易，对吧？创业路上呢，会遇到很多困难，遇到很多坎坷。那这个困难和坎坷，它为什么不能是我？对吧？为什么不能是我呀？你说你连我这关都过不去，你创什么业呀？是不是？所以我才说，有些事情跟能力没关系，它就是命不好，对吧？是。
只不过这一次是我老板遇见了我，是他命不好，对吧？我还记得我老板跟我说这句话，他说：“陈思雨，我是真倒霉，我人生第一次创业遇到了你，给我公司干黄了。讲实话，非常委屈，因为我明明什么都没干，没做就是没做，对吧？”当时同事呢还问我说：“思雨，你不觉得愧疚吗？因为你的原因，公司项目弄没了。”朋友们，你看啊，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啊！每一次啊，咱们只要工作出问题，那是我们这种基层打工人反思内耗有问题，对不对？背锅。而且朋友，我想想啊，我今天不仅不愧疚，我还有点兴奋，因为这很可能是我此生唯一一次作为普通人战胜资本家的机会，对吧？现在机会来了，我必当义不容辞啊！而且各位，你想想，这个事儿表面来看是我坑了我老板，对吧？但各位想想，对我老板而言，有些人出现在他生命里，就是为了给他上一课。那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我当时啊，还跟老板要了那个裁员赔偿，要赔偿了，不为别的，这是我给你上完课之后你应该支付的学费。其实我最不能知道为什么，主要这次裁员啊，已经是我第4次被裁了，第4回了。真的，你知道中国有句话叫“事儿不过3”，对不对？但是各位，你相信我，事儿一旦过了3，那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啊！我是彻底活明白了，真的，我人生无比开阔，无比自由，真的。我包括现在讲脱口秀一样，如果讲完之后段子冷场了，观众不笑，无所谓，我不在乎。因为我这么想，你观众看演出肯定会遇到不好笑的，肯定会踩雷。那这个雷为什么不能是我呀？对吧？是你，就你。以后我就不叫思雨，我叫雷雨，好吧？雷雨。我也把这个道理叫做 WNM 定律 ，Why not me？ 各位啊，我其实不是说我纯外号，其实我对我自己要求是这样的，真的，就包括我现在对人生中所有苦难哈，包括困难，我不抱怨，再不抱怨了，真的，因为总会有一个人工作4年被裁4回，对吧？好不容易上个节目，讲不好笑还露出这头，那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雷雨，哇！超级喜欢这段，你给那谁听听？木川，对，木川听听。思雨是治愈你的人啊！真的是，我们为什么老在想说那发财的为什么不是我，那个好运为什么不是我？那我的那坎儿为什么不能是我呢？对不对？对。我这个角度太好了，再给你来一样，哎呦，太棒了！谢谢思雨的不要脸文学啊！我觉得不管说大家喜欢不喜欢，我非常之喜欢，我要给你竖大拇指，了不起了不起！非常积极的负能量啊！对，让你更开阔了好多。就应该就像他一样，真的是那好多撞不穿的南墙，他根本就没撞那墙，他飞过去了，根本就翻墙了，你直接啊，钻过去也行。你是从哪一刻？就是那一刻觉醒了，觉醒了，开悟了。开悟从哪儿开的？我不是被裁4次吗？然后前3次呢，要么是公司黄了，要么是这业务部门砍掉不做了，要么就是突然间老板创业失败了。就是我永远是就是被迫就是被开的人。是。然后等第4次真正因为我问题公司干黄的时候，我就通了。我说对呀，总是别人坑我也可以坑别人嘛，就是。比如说坑翟佳明。看看第5个，啊来要开始坑这位兄弟啊。大家有没有之前就是说有这活本来感觉是怎么，然后后来就给换了人那种？那肯定啊，经常啊，有时候还得证明自个儿那种幽默，说上节目效果特别好，还提前跟人领导吃饭，我还跟人瞎幽默的特别不对。我之前说过一句非常冒犯的话，你说啥了？就是人老板岁数有点大，然后他说他太太什么的，他说我太太就是年人，然后我说那您不一样，您是老年人。我觉得非常大呀。这整个说鸦雀无声，中老年人要被冒犯，凭什么冒犯的人不能是你？对，不该展示幽默时不要乱展示，好吧？哎，是，哎，那个，哎，你跟翟佳宁在一块儿，你们俩互相粘人吗？他不粘人，他粘人。来的时候从北京飞长沙，完了他给我降舱了。你走错运了就。对。
降哪个舱？我在车底。对，在车底。就是经济舱的，你第一排旁边那座他就给你空那儿了，然后让你稍微宽敞一点。思雨就从后边坐到我旁边了，说这地方宽敞啊。完了，空姐就过来劝他说：“先生，这不让坐，这得升舱啊。”陈思雨原话跟空姐说：“我跟他老好了。”那跟我有啥关系啊？我那飞机也不是我的，我要有能耐我就得安排主驾驶去了。后来让坐那了？没让坐呀？没让坐。他虽然降舱了啊，降咖了。心里话来了吧？我就说早晚能聊出来，一不小心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对他降咖你也升不上去啊？怎么会？他当时降舱之后，但是那个待遇还是那个头等舱待遇，可以进那个贵宾休息室吃饭，然后帮我带了很多吃的，哎，挺开心的也。我第一次管那个空姐要打包盒。天哪！所以说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坏事好事，只有角度不同，对对吧？你在什么角度看什么事儿，它就变成好事了就啊！哇，太棒了！是，要出书这边这个，我就是那条坎儿。对。Why not me 是吧？思考的语，太棒了！好嘞，谢谢您，谢谢。有请我们下一位，这位朋友他是一位运动员，他是我们的大汉。上台前再活动活动，清醒。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上就上，就拿着这里的冠军就上吧。好，我是大汉。谢谢。运动员，足球足球给我带来了非常完美的一副 O 型腿，非常完美。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特别流行穿那种铅笔裤，那种贴身的裤子。哎呦，我穿完那个裤子跟那个抓娃娃的夹子一样。今年好了，今年流行弯刀裤，弯刀裤就是我的铅笔裤。我有个朋友就特别爱嘲讽我这个 O 型腿，每次从他面前走过来，他就说：“哎呦，今天又骑马来的呀。”他还问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你们男足成绩差吗？”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站在那儿啊，那个球自己就漏过去了。”我说：“我是球员 ，O 型腿很正常的，我还外八字呢。”他说：“哦，那你不是 O， 你是欧米伽。”练了9年啊，其实没什么天赋，但是我觉得天赋这个东西呢，就是别人说你有你才有，你自己说自己那不算的。我的足球天赋完全来自于我爸，就我爸说我有天赋，我这个比天赋更厉害，我这是 buff。然后我爸就把我送去了一个足球学校，当时小学4年级去的，这个学校很特别，违规办学。我去了那个学校，说自己师资力量雄厚，球员要学习文化知识。我小学去了，哎，光我们小学啊，就有2个老师，一个教数学，剩下一个教剩下的。他音乐、美术什么都教啊。我说学校在哪儿找的这种多功能老师啊？而且招生也不好，整个小学4到6年级总共30个学生，全部挤在一间教室里面，就4年级、5年级、6年级这么排着坐。老师上课呢，他就一会儿上4年级的课，一会儿上5年级的课，就一会儿4年级，一会儿5年级。哎，我们那个课堂氛围怎么说呢？就是一会儿温故，一会儿知新。当然，温故知新有点夸张了，没有人温故啊，也没有人知新啊，没有人听啊。你要听也可以，你甚至跳级都很简单，你就挪过去。你听不懂你就挪回来。我有朋友知道我这段经历啊，还很羡慕，说那你这段时间应该很快乐呀。我说当然很快乐了，你脑子空空的，你很难不快乐的。虽然不学习，但是成绩不差，因为什么？因为老师会想办法敷衍我们的家长。我们那个数学老师特别厉害，我上4年级的时候，他考我3年级的题；我上5年级的时候，他考我3年级的题，他就一直考3年级的题。我说老师2年级要不要挑战一下呀？一直考我3年级，考得我说数学是不是被老子学到头了啊？是不是就到3年级啊？
哦，数学的尽头就是先算括号里，再算括号外，是吗？还有一种情况不能自己出题，就跟其他学校联考，他怎么办呢？他就开卷考。开卷考很重要的，你不开卷考，书都没人翻的。很多知识都是在开卷考的时候学的。有一回考数学，我在那翻书，翻半天翻不到答案，我当时就明白一个道理，就书本以外啊，应该还有知识。然后有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不能开卷，也不能自己出题，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我考试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愣着。老师说你愣着干什么？你做题呀。我说我不会呀。他说你不会，你可以问呐。说哈哈，还可以问呐，老师，我真的素质教育啊！从来以后一考试我就问问题，一考试我就问问题，他监个考监得口干舌燥的。后来问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那个考场氛围怎么说呢？就踊跃发言。哎，问的老师眼睛都亮了，说我再跟大家讲一遍吧。哎，我们根据考题又上了一课。然后6年级上期念完以后啊，这个学校就被教育局取缔了，真的该呀。当时还有一个恬不知耻的口号，叫“读书踢球两不误”，读书踢球两不耽误，那耽误了什么呢？耽误了我的时间。我念了3个3年级。哎，就这么个破学校，我还是个全封闭学校。我说什么是怕传出去丢人是吗？哈，传出去确实也丢人。小学生学历造假。取缔当天啊，教育局来了100多号人联合执法，从我们学校带走3个。校长、数学老师、多功能老师。哎呦，我看着他们3个人的背影，我都感慨呀！我是3人行全校老师啊。6年级下期就找了一个普通小学，就准备小学毕业嘛。入学没多久，看到一个老师跟一个同学在打招呼，非常的亲切。我就很好奇这个老师是教什么的，我就问同学他是教什么的。他说教语文。我说然后呢？他说就教语文。他说美术他都不会吗？然后那些同学对我的成绩也很好奇，问我成绩怎么样。问到我心坎上了。数学100，语文96，有点偏科。你成绩怎么样？他说我数学不好，70多。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数学那么简单。他说我不会呀。我说你不会，你可以问呐。不能问。没过多久，那个数学模拟考试卷子发下来，我就把书摸出来了。因为老师没见过胆子这么大的学生啊，都不敢招呼我。但是不得不说，朋友们，数学真的不适合翻书啊。当时那个卷子我完全看不懂，当时考那个圆的面积公式，我说怎么数学里面有英文呢？后来经过这半学期的努力啊，还是上中学了。各位朋友们，中学也要挖一下。谢谢你们。看来大家对我们踢球的文化要求确实很低啊！真的。好的，上中学啊，那我就要上一个价值。人生呐、真的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是绝境，你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你也不会解决。不要担心，因为你不会，你可以问呢。谢谢大家，大家拜拜。感谢大汉，大汉好厉害呀！大家以为大汉都是编的段子，但是其实大汉数学非常厉害。对，就是小学的时候，大概7岁左右拿过全县第3心算。对，比如说1、2、3、4乘以4、3、2、1这种。哦，那个大老师，我当年考的是加法。加法啊。乘法有点太难了。加法呢多少位啊？2位吧，2位。2位啊。怎么考您？就考个4、5个数嘛，
来啊，哎，听好了啊，咱们就是一直问，你就一直打，快，主要就是快，是快就行。对对来对对对。 23加47加50加66加42，228。对了，太神奇了！哎呀，小鹿，你来试，就是随便啊，就大概5个数差不多吧。不行，我们要挑战7个，7个挑战一下吧，7个可以啊，咱们连着出7个数。好，79加56加69加48加37加76加94。455。 459，哎，不行，只能5个数，只能5个。抹个零啊，那这5个不要了。抹个零。天花板。AI 可以改，没事儿。把那个酒啤都不就搞了？咱们现场有谁想跟他 PK 一下的？哎，有后本你要 PK 啊？真的吗？是真的可以是吧？可以。哦，真行。哎，我们这个节目这么播出去，会不会觉得我们智商很？我们玩2位数加减法玩这么久。你俩是聪明的，我们智商很低。对，我们智商很低，周老师来一个。周老板肯定能力强，来。 17加18加19加79加81加64。3、2、1，说284。好，2个人都没有对哦。这是什么破才艺？我觉得新人演员呀，为了出镜，不要硬编一些才艺，硬编这种破才艺，又是错的。谢谢啦。下面这一位啊，他是我们的一位喜剧编剧，有请首次上台的小何。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何，已经干了10年的喜剧编剧，没上场前一直是在给他们改稿。就是我唯一能做的，我提醒只有一件事：你慢点讲，所有东西讲透，你后面才能炸，就只有这样。创作用线上的逻辑去碰线下容易凉，他想看的东西看不到也容易凉。利用你的语言就很顺畅的讲出来。每个人的方法都差不多，就那么几个套路，就那么几招。你为什么到现在才上场？有的时候就是类似于这种主教练不能上场，因为我是编剧嘛，主教练一上场我一露怯，以后咋给他们改稿子，对吧？没有威慑力了。有请首次上台的小何。特别好啊！节目都快录到尾声了，第一次上台，感觉节目组给我挂咸鱼都是99薪。总导演问我说：“你不着急吗？”我说：“还挺享受当观众的，对吧？其他演员讲的时候我就哈哈乐，然后偶尔说点谐音梗。我觉得光看不讲，混点这个通告费也挺好的。”导演一听都着急了，我告诉你，我们节目不需要2个大老师。做了10年幕后了，这是第一次就当明星，很开心啊！要化妆，要穿新衣服，光那个裤子，服装老师给我换了20条，就为了让我看起来腿能长一点。换到最后我都换烦了，我说老师你没发现就是我这个腿短不是裤子的问题，这是鞋的问题。第一次录制我就看到了我少年时期的女神啊，郭碧婷老师。啊，很开心啊！郭碧婷老师真人脸超小啊，有多小？大概就这么小。啊，
真的哇，益达女孩是吧？我的脸小到什么程度？没有咀嚼肌，我怀疑她吃益达从来都不嚼。啊，服务员说你的益达，郭老师回头一叫是你的益达啊，倒2瓶益达啊，拧开一瓶矿泉水，对，直接吞服。真的，当时录制结束之后很开心啊，跟他合了影，还给他讲了笑话。气氛特别的好，临走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我说那啥，郭老师，您能跟我说一句您的那个经典台词吗？郭老师听完之后愣了一下，但还是很配合，好的，小何老师，那就祝你今后的人生发烂发臭。不得不说，郭老师真灵啊！第2天录那个会员专享节目，导演就给我开了一盒鲱鱼罐头。大家不知道，鲱鱼罐头被誉为世界上最臭的食物，啊，之前只是听说过，真正接触才发现这个东西特别的神奇啊！就这么小一个铁盒，里面能装下一整间的厕所。就那个罐头真是太臭了，臭到什么程度？导演一开盖，整间屋的风水都破了。哎呀，那个东西能入药，你知道吗？通窍。吃的时候我都很庆幸，我说幸亏是见完郭碧婷才吃的罐头，不然我看他都不好意思张嘴。我感觉我要是吃完鲱鱼罐头再去见郭碧婷老师，他就该给我吃益达了。哎，郭老师真的人太好了，就好的就不像一个明星啊！我做编剧的时候遇到过很多难伺候的那种明星。前一阵有个偶像，给他写稿之前，经纪人发了一个 PPT。专门讲他敏感不能提的东西60来项，我查过敏源都没这么多项。哎呀，这啥都不能，队友不能提啊，反目；父母不能提啊，限高；啊，对象不能提，太多。我说那啥，我说那咱专注作品，提作品啊，作品不能提，没有。我相信啊，讲到这儿，你们肯定很好奇这个人是谁，对吧？啊，名字不能提，害怕。真的每天伺候他，刚说好的稿子，我一走马上就推翻啊，打电话叫我回来重新写。啊，哥们儿不懂喜剧技巧，但是 callback 用的特别熟练。半夜3点打电话让我改稿子，什么概念？朋友们，午夜凶铃才12点，鬼都比他有人性啊！我找的那个总导演，我说不行，这大哥我伺候不动了。导演还说呢，就是你多少年老编剧了，这你都受不了，让他不行吗？他再狂不能骑你脑袋上吧？没办法，要一边捏着鼻子又伺候了1礼拜，好不容易嘉宾满意了，团队又不行。团队说这样，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艺人走高知人设，你的稿子里要加点有内涵的东西。我说他看懂的东西肯定没有内涵。我这辈子就没有见过哪个有内涵的嘉宾要求在稿子上面加拼音的。彩排那天啊，我看他都坐着轮椅了，我心想，我说怎么回事？老天长眼了。导演推着他过来了，说这个哥昨天参加了一个大秀 ，C 位站了2小时啊，累了，我找了个轮椅推着哥走。偶像也看看我说，咱就这么对吧？啊，站2小时走不动了。我说哥，你哪是走不动了，你这是走起来了。彩排结束之后，导演就跟我吐槽，跟我骂，可是我就没见过这么难伺候的咖啊！刚站上 C 位就让我推他，啊，轮椅还是我找的。我当时看着导演，我说你多少年的老导演了，你让他不行吗？他又不会，哎，不对，你要是没找到轮椅啊，他就骑你脑袋上了。结果临录制的前一天，这哥们儿塌房了，被他的前室友扒出来了。听到的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不能吗？我说那60多条里没这项啊，真的很难受是吧？这次的就是正义没有迟到，没有缺席，就是有点寸。你说你塌房，我知道他肯定会塌房，那你什么时候塌不好？比如说你录制完了再塌，或者你节目播出了再塌，最好的你等我尾款结了再塌，不行吗？其实这件事儿还有个后续，
这个偶像后来去总导演这么那个导演室站了1天，就想再要一个出镜的机会。我说那个我们现在话题都比较敏感，他说我现在什么话题都能提是吧 ？I don't care。I don't care。好，很神奇对吧？一场塌房治好了他的腿脚，治好他的敏感啊，没治好他的文盲。啊，最后我看实在不行了，我来收场。我说哥，这样吧，天色也不早了，你先回去是吧？微踹的了。大哥先去直播带货啊，没成功，又去拍vlog啊，也没成。最后一次知道他去改干吃播了，我还给他点了一个关注，并不是我跟他和解了，就是我总有一种预感，就按他这个下滑速度，总有一天我能看着他对镜头开一罐鲱鱼罐头。最后做一个声明，大家可能都猜这个人是谁，但是这个人其实并不存在，因为我们从业者不允许他存在，他只是一些塌房明星的缩影。如果各位节目播出之后真的发现有一个人跟我说的这个人一模一样啊，我只能说这件事有点匪夷所思了。谢谢大家，我是小何。小花儿 ，yes。谁呀？我知道这个人是假的，但是你照着谁写的呀？你就偷摸告诉我们这200多人吧。刘维这种怎么样？编的脱口秀，但很好啊，前面埋一个瓜，让你一猜，哇，谁呀？天哪！然后结尾是造谣的。他这个事儿很拧巴，就在于你明明知道他是非造谣的吧，但是你还觉得这事儿特讽刺，你愿意相信。那你做这么多年编剧，你是怎么想着说终于来到台前了，给大家讲？就是总有一些段子你卖不出去，不如自己讲出来赚点钱去。那你这个段子肯定人家不要呀，没人敢要。哪个节目组像我们这个节目组这么包容开放，对不对？这么会要。对，你要庆幸自个儿现在刚出来，你出来半年以后就不敢说这些了。然后非常典型的出道段子是吧？做好转行的打算了，反正。跟大家介绍一下，小何老师之前去过很多节目啊，脱口秀大会，80后脱口秀，火星情报局，大概几十档综艺吧，他都没有去过。编剧都编剧，我都是编剧，他都是编剧。80后就开始编剧了，那阵还叫蛋蛋跟建国的时候，就那阵已经对，那个时候我在给他们投稿，按照他们这个原型写的吧。我就说啊。有没有给我们稍微就是说偏一点儿？给谁写的时候类似他不让你说什么？其实每个人都有不让说的啊，比如大老师就不让提那什么嘛。哦，没，不让提脚气这个事儿。只有刘维老师可以提脚气。我是脚臭，不是脚气。行了，希望看到您更多演出，谢谢您，谢谢。小何他的脱口秀里有他想表达的内核，这一点是值得鼓励的。他把他想讽刺的他都表达的很完善、很完全，希望他表演的道路和那个编剧的道路都越来越宽。今天真的觉得每一位演员都非常的不错，谢谢你们的表演。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拿出你们小手卡，每个人要开始评分了。大家依据自个儿的心理，可以写出自个儿的评语，对我们节目的建议，打出你的分数。谢谢每一位朋友们，谢谢大家。感觉整场演出还是挺圆满的。刘维老师这个第一次讲脱口秀，这个脱口秀里穿插唱跳，整场这个演出观众的这个氛围就被掀起来。我感觉今天还行。演员能把自己线下演出的状态特别自然、完整的搬到这种录制的舞台，是一种很强的能力。反正我觉得都挺好的，对，我觉得今天应该不会去不出街头。二豆，你怎么啦？陆姐，
你说小时候的快乐多简单啊，只要有点零花钱就行了，不像现在成年人的快乐也太难了。我想要心理委员。哎呀，心理委员可搞不定你的 emo， 我觉得你需要的是一个喜之郎果冻。哇，好大一个！喜之郎这是和我一起长大啦。这是喜之郎超大杯果冻，可以一起分享，你一勺我一勺，吃完心情马上就变好。现在感觉怎么样？快乐童年的味道 ，Q 弹解压治 emo， 童年的快乐回来了，继续吃。又进入到了我们每期的复盘环节，来，这个这个我觉得大宅你开心了啊！经过这些期之后，就是不一样了。观众对你说：“大宅你是真男人，有 real man， 有。”然后现场感染力超级强。哎呦，还有下边一句，声音超好听。哎呀，是。宅宝宝，越来越喜欢大宅的怎么办？还问自己，大宅怎么办？谁不喜欢他，我都会伤心的。你是后几句编的？你没有，你看，而且给了5分啊，谢谢他。思雨你写的吗？这字儿真像思雨的字儿。思雨写的呀？嗨，不。可以。我这里啊，首先5星啊，说喜欢兰兰。哦，蓝蓝的天空，蓝了啊！紫罗兰，哎，你就该被裁员，你就该被裁员。不然谁讲脱口秀啊？哦，这个意思。好笑，梗很密，京剧频出，演的也很好，整体看下来特别舒服，喜欢。哎呀，你是个京剧演员，喜欢，好棒。又来一个5星好评，而且这个写字特别多，还特别多。说最惊艳的演员是柳三变，厉害。他说柳三变，重要的名字说3遍，真让人记忆犹新。每段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视角，情绪递进很自然。你一定会火的。还有 PS，柳三变给我一种古早喜剧人的感觉。喜剧老人，这个确实是真的，眼光很毒啊。这个我觉得我不太好读，你帮我读一下吧。来，我来。这个是怎么了？这个是夸我的，我自己读也太尴尬了。哇，好喜欢刘维，控场能力太强了。第一次见到敢跟观众互动这么多的嘉宾，有点大胆，只能说艺人还是老的好。关键是后一句好心酸呀，说你一定会火的。一个咖位的。我跟3遍一样，我是4遍，我是。听上去咱们这回应该是有戏，稳了。行，那么现在就有请咸鱼来送上我们的结果。嘿，好，不要再漏了哈，谢谢。哎，您用舞蹈来告诉我们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率？对，我跳一个动作，大家来猜猜今天多少分？来5、6、7。5、85、85、85。这个之前还有更高的？有，别嫉妒，宋木子这期。哦，不是，有这期。今天咱们捧场大嘉宾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彩头呢？这个彩头呢，我不会在这里告诉大家，因为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又要去哪儿啊？西双版纳吗？鸟巢，西藏，去张家界。你们到了就知道了。行了，来，亲爱的各位朋友们，我们出发啦！出发，惊喜！玩去喽！ Go， 走喽！出发喽！
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主打的就2个字：解压。直接一个大扣篮！哇，这个看上去好好玩。有拳击。来吧，朋友们，我试一下啊。节目录到第9期了，大家一直顶着高强度的创作压力，刚好趁这个机会让大家好好发泄放松一下。大家伙玩累了，快点一人先吃个果冻，润润嗓子。哎呦，这太棒了！拳击赛马上开始了，大家快来集合吧！咱们不好笑就路街头，拳击赛马上开始了。各位朋友们，请各就各位。现在我们首先上场的是员工与老板之间的 battle。他是老板，但是我凭啥怕他呀？他有啥牛的？最近有点压不住小包子，今天就是得让他知道谁是老大。今天就是要趁这个机会好好发泄一下。Ready, fight! Ready, go! 加油，弄他！哎呀！给吴宁2下！分开！谁再打我谁直接输了！再给吴宁欺负的，我的妈呀！我在这儿啊！来，快！加油！真打！他真打我了！好心酸啊！你躺下呀，躺下讹他呀！打倒资本家！他真干我！他打我了！吴你在太恐怖了！红包是第一次。哎，告诉他兄弟，兄弟，谢谢。下面有请到是天花板，有请 VS 最夯的地板，思雨。什么这那的，我也说实话，我看走不顺眼。他老天花板，他凭啥天花板呢？咱这边指定行。踩着脚，挠他痒痒，吐痰。代表 underground， 代表 underground。思雨莫名其妙身上代表了一堆人，他代表的是中国说唱，代表 underground， 代表了说脱口秀的希望。Let's go！ 思雨，这会是你最后一场拳击赛，因为你会见识到真正的拳击的力量。思雨给他反击，期末八末的早想揍你呢，你知道吗？打起来！什么期末八末？哎呦，这没意思啊！不是思雨，咱下不了台了。这么躲呀？还急！哎呀，太丑陋了，这比赛。站起来啊！思雨，蓝方上！天花板果然是天花板，费了不少钱啊，为了赢这场比赛。原来这是商务啊，思雨。商务。要起那么高，我都出汗了，思雨。好的，下面咱们要开始今天的最后环节啦，就是全员高空喊话。接下来呢，我们要在最高点抛开所有的顾虑与拘束，大声喊出你们最想说的话。好，我当第一个吧。太吓人了！哇，二豆加油！加油！嗨，终于今天比你们高了。这就是你要喊的话吗？不是，这不是我要喊的话。二豆，有冷场了也要像今天一样勇敢，好吗？哇！
觉得自己就是运气很好，被大家喜欢，所以我怕大家对我的预期太高了，怕没做好，失去大家的关注和喜爱，这种会让我很痛苦。所以我觉得我要去注重我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活在当下。想哭了，就是，我主要是，我就是想谢谢大家。就是你能上电视，有这么专属于自己舞台的机会，可能就这一次了。没有，不会很多的。反正不管未来怎么样吧，我肯定还是会多写好段子，然后让脱口秀不辜负每一次的相遇。谢谢大家。好，小杰永远欢迎你！来了，大顺。柳三变，好好珍惜你的工作，你要在这行业干到死。祝所有人都有光明的未来，都走向更大的舞台。整个春天都跟大家一起录的，我希望我们行业一直在春天。让我们一起为喜剧干杯！我真心希望我们那个不好笑就录街头这个节目越来越红，不好笑就录街头。想来线下看选手们的演出吗？打开大麦 APP 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进入线下演出许愿活动页，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你想看的演出城市，选手们可能就会来到线下演出现场哦。今天我们来拍一组时尚大片的毕业照，我们请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嘉宾，李磊老师，美美的，帅帅的，好漂亮啊！所有人看我们的摄影师啊，老师们，3、2、1，哇！今天所有的演员都会挨个把自己最棒的线下内容放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小宝宝，你从来不跟美女说话，你什么意思？是因为美女从来不跟我说话。打是亲，骂是爱，这句话太污烂了。孩子看比谁的家长好，也不用比书包面文具零食了，都脱光了比伤势不就完了吗？哎，你看我这左一块右一块青一块红一块，这都是我爸对我的爱。我有同学从法学转到了考古学，学考古和学法能够做什么呢？他现在在朋友圈卖古法红糖。整季的10场演出呢，平均4星以上，比例达到70%以上。人员解锁不好笑就露宿街头的线下演出，那我们有没有圆梦呢？欢迎来到露宿街头也要笑。哦，再来玩一个游戏吧，壁画猜词儿。Let's go。不是啊，看一下你个号。四面楚歌。快4个比我一个人猜，我看能不能猜对一把。跪下，撕扯，一个字儿。他处理不了这么庞大的信息，真是一个大波溜子吧。大家有没有那种脑子出走的事情？我有一次赶了将近10场，我不愿意说话了，然后有个观众说，我也有奇葩的事儿，我说你上来，你真省劲儿啊！仅代表他个人啊，我们这种敬业脱口秀演员不会这样啊。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每周6中午12点更新。SVIP 用户可提前看下集 ，VIP 每周6周日分天更新，非会员自周2、周3 12点免费观看。SVIP 用户每周日加享衍生、嘉宾精编、段子纯享版等精彩内容。每周日中午12点 ，SVIP 用户解锁露宿街头也要笑衍生节目，看脱口秀演员们更多爆笑互动。每周1至周4不定时掉落笑街未播精彩花絮等你来看。Hey girl, you're so pretty.
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你喜欢红色、蓝色的，有时候却会想太多。这个那个有的没的，你纠结到底选些什么？一不小心买太多，好看的却没几个。金牛、处女、天秤、双鱼、双子，就这星座实在太多。需要朋友眼光够好，不露失望，让我做你男朋友。个性不同，却能帮你搞定忧愁。嘿，咸鱼，你长得漂亮漂亮，你怎么都漂亮漂亮，你怎样都会漂亮漂亮，让我疯狂。想见你长得漂亮漂亮。你穿什么都漂亮漂亮，前面的朋友，你怎样都会漂亮漂亮，我的新娘，大家一起。